港湾新闻网经贸和你聊，我是主持人蒋全汉，今天又在跟各位观众在空中相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权威，是哪一方面权威呢？是未来学的权威，就是我隔壁这位孙志斌教授。港湾新闻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孙教授呢，是我们台湾大学的工学博士，也是德国呢国立这个汉堡科技大学的研究学者，也是德国学术交流研究奖的得主。那更得到我们教育部绩优的这个职涯辅导教授奖，哇，得奖，学历又高，所以在这一方面一定是权威。那我想说，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孙博士来呢，主要是想说，请您来讲一下，什么叫未来学？是的，未来学里面到底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会有什么大变化呢？是哪些的这个科技或是某些思想影响到我们这个人类的未来的生存发展？是的，好不好？那我们就想请孙教授，是不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为什么写这个未来学？好像我记得是一个团队。对，先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未来学它是由5位的专家学者来，包含有我，还有2位是从台湾科技大学，还有台北科技大学的2位教授，我们一起来合著。南方为主哦，很难得哦。是，这次特别来这个高雄，我们来参加这次的录影，就是要去宣扬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说未来在整个产业的发展里面，它的变动是相当快速。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未来学的脉络，把一些设计的方法，以及未来怎么样结合到 AI， 因为大家现在知道 AI 的方向已经非常的明确，对未来的一些设计的想法，还有待会我们要提到说未来 AI 对产业的影响多了哦。最近我所了解的，像什么智慧城市智慧物流啦，智慧交通这跟 AI 都有很大的关系嘛我想说是不是这样子？有好几个层面。对，我想说是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进入到 AI 对我们的影响是怎么样的？以你的专业，我知道你到美国好几个微软这些公司，我想说您是不是简单的讲一下这些 AI， 特别是科技公司里面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好的，对，我想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我现在刚好在担任台湾 AR 跟 VR 产业协会的理事长那我就收到美国矽谷去拜访了跟 AI 现在很重要的几家公司，包含 NVIDIA 辉达，然后微软 Microsoft，然后还有 Google，还有接下来的 Apple 公司那其实这家公司在美国的这个整个科技发展里面都代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前进的方向。包含大家知道现在苹果也出了一款叫 Vision Pro 的一个显示器头戴式的显示器，然后针对未来把这个 AI 跟整个虚拟现实的这个概念能够融合在一起。对，所以在这部分AI 的发展实际上是非常的快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含现在 ChatGPT， 大家知道从生成式 AI 的角度来未来这样跟智慧的城市智慧的医疗这一块它其实建立一个很好的基础。孙博士，我知道你在过去呢也到美国好几家公司这种科技的先进公司他们那边去参访过，对于这种 AI 研究非常这个高深的这些厂商是不是您可以简单的讲一下你这个心路历程好的，那因为我现在在台湾的话是协助台湾 AR 跟 VR 产业协会的发展那其实现在 AI 跟元宇宙已经完成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利用一段时间到美国的这样的主要的企业包含 NVIDIA、Google、微软还有现在的这个 Apple 公司，他们做这样的一个研发里面，我们去了解说台湾怎么样跟这样的一个生态系跟供应链合作包含现在大家知道说 Apple 它出了一款 Vision Pro 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型的显示器大家把它称为空间运算那未来 AI 跟这个空间运算也好，或者是说元宇宙的合作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亮点所以我在这个未来学的新书里面就把我去美国这样的一个经验把它写到这个书里面。是。那我所了解的话，您除了这个 AI 跟这个 AR、VR 有相关的，像什么 XR 这个游戏设计这一方面的话，你们也有投入蛮深入的，在书里面有介绍，能不能简单讲一下什么叫 XR 这个游戏设计开发？好，那这个部分其实它很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现在很多在游戏开发的过程中，从传统的笔电的游戏啦、手机的游戏之外，现在已经慢慢走向虚拟实境的游戏。对，就刚你讲的苹果那个这个显微镜挂上去的话，就身临其境在里面，在游戏的这个穿戴式的方式，然后沉浸式的方式。是。那这一块的话，现在是主要是跟美国的这套的软体系统在合作，在开发就对了。是的，目前就是有几个游戏公司的引擎，像 Unity 大家比较熟悉的，
是，然后 Unreal Engine， 然后目前我们台湾自己有开发一些跟 AR、VR 有关的硬体跟软体。了解了解。我为什么问这题目？因为小孩子啊，没事就在那边玩游戏。哎呀，我们这个年长一点的，我们怎么玩？怎么玩到这个程度了？是的，是的。我想可能这个是有一个相当庞大的这个市场，年轻人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那提供了这个软体业者，他们觉得，我必须要投入在里面。没错，没错。那另外一个的话，我所了解就是我们台湾的 ICT 产业，对，跟美国这些这个产品产业来讲，都有很大的关联性。没错，所以我们的 ICT 产业，甚至我们现在类似像一些软体开发公司、游戏开发公司，也跟他们都是有在这一方面界面上的合作，对，做很多合作。因为其实台湾在整个数位内容的生产里面，在亚洲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从早期我们做3D 的动画，是，我们就跟美国的好莱坞就做了很多的合作。是，所以我们现在特地透过 AI 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年的话也开始跟美国好莱坞通过 AI 去做成动画。那把这个影片的拍摄融入到这个生成式 AI。了解。讲到这个哈，最近呢，这个 OpenAI 是出了一个叫做 Sora 的模型。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Sora 的这个模型啊，到底是一个怎么的模式，对我们未来影响有多大？是的，因为 OpenAI 公司它比较着重在说它的整个语言模型的建立。那一般来讲，语言模型它是一个文字对文字的，是早先那种的 ChatGPT 的方式。对，它是一个大语言的模型。可是呢，往后的发展，它其实要走向多模态。是多模态就表示说，它可以从文字到图像，是文字到声音，是文字到动画。是，所以 Sora 模型它就瞄准在文字对于动画的这样一个描述。所以它最主要想要做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的概念。是，就是那这个就跟你刚才讲到 XR 的那个游戏的软体里面就会结合在一起了。没错。那会不会这个游戏的自己呢，在这个用这个 Sora 呢，自己把原本的那个 XR 的游戏又改变一下？没有错，有可能吗？有可能哦。对的，因为现在目前在游戏开发里面 ，AI 已经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是。我在学校里面有开游戏设计，那其实在这1-2年就发现说，其实 AI 导入游戏设计这一块，它其实可以成为很大的一个功能。是。比如说我们在写程式的阶段，然后做3D 的建模，以往我们要学很多3D 建模啦，把这个模型做得很漂亮。而现在我们可以用文字生成的方式，让它把3D 的模型建立起来。所以在游戏的世界里面，其实未来都是游戏的设计者。是。讲到这个，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前不久那个 NVIDIA 那个执行长是黄仁勋，他又讲一个说，未来啊，那程式设计员啊，好像他们越来越不需要存在了。因为为什么？因为 AI 的应用的帮忙写程式，没错。然后像这个 Sora 出来，很自然的，可能自己是这个使用者，自己会去透过这个 AI 的 Sora， 然后呢，在他那个程序里面呢，自己创造自己的游戏的一个内容，没错，然后自我挑战，没错，这会这样子吗？没错。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就开始导入这样的概念啊，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很多专题的设计都是多人的协作的方式。那现在慢慢的话，我会发现说，那3位学生，他可以透过 AI 的协作，比如说他把游戏的声音、动画的音乐，透过 AI 来做制作，制作完之后再导入他原本的游戏设计流程。所以这里面的话，变成说他在设计的角度来讲，就可以很善用到 AI 现在目前的能量。是。简单的讲，就是说原本可能某一个游戏战争游戏好了，是的。那突然呢，原始版是怎样，比如说有一个这个登陆的作战，是。然后突然呢，他们想说登陆作战就有陆军或是海军可能不够刺激，加上一些飞弹部队啦，什么直升机啦，自己就在这个软体里面自己去改变，透过 Sora， 透过这个GPT， 然后来调整它的内容，然后创造另外一个第0.2版、0.3版的这样的游戏内容。这样子哇，那将来的话，每个人不就成为自己可以写一个这个游戏的软体出来？没错。但是这样要不要付版权啊？目前的话，因为很多 OpenAI 这样的模型，它是用月租费的方式，所以它其实对于使用者在进入这个 AI 设计的门槛里面，已经稍微比以前降低了。因为算力来讲啦，AI 的资料库都是要非常耗费很大的预算去做维护的，所以它目前用这种网络服务的方式来提供，那我们的学生也好，或是一些想要去研究 AI 的部分的这些使用者，他就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个方式。了解。我们刚刚谈到了游戏啦，或是 Vision 啦，或各方面，我想
请教你一个，就比如说这个 AI 如果说应用在社会大众，举例子，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到的时候，智慧城市，对的，比如说车辆的停车系统各方面的，没错，会怎么发展呢？会不会变成是我戴上那个头套以后，我开车，是马上会显示告诉我这周边有哪些停车场，然后停车场的影像会出现。没错。最近的话，我参加了很多这个台湾的智慧城市的展览哦，是像上个月在台北就有一个智慧城市展，是，它其实就提到很多未来在整个城市规划上面，包含交通、教育、医疗，很多跟社会大众相关的部分，都有很多 AI 可以辅助的地方。是啊，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交通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在交通里面的流量的控制啦，然后交通的位置、停车场的这个改善，甚至我们要去找到好的停车位，这也是在 AI 里面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帮忙。比如说它可以了解现在目前城市的大数据，然后把这个数据汇入到这个 AI 模型，让它去了解说整个城市运作里面来讲，哪些部分是 AI 可以帮忙。那这样子讲起来的话，比如说医疗。智慧医疗，就在手术的时候，那个主治医生也戴上那个那个 AR， 然后呢，他同时就讲说，那个这个，比如说 Sora， 你告诉我一下那个什么讯息是怎么样，马上在 Vision 里面它就出现这样相关的资料，是的，会回答你，会用声音回答你，回你要注意这个什么事情啊，注意什么事情临时一些状况，或是监测的系统，他血压突然升高，你不必去分身去看一下那个血压计，没错，可能就是在 Vision 里面上面就显示出来，那个血压的那个跳动啊，各方面心跳啊，都会在Vision 产生哦。没错，其实就像现在很多在那个实际的医疗的训练跟模拟上面，它其实用到 AI 跟这个 AR 跟 VR 的设备，因为这部分的话，很多医生他的在临床上的资料，他其实用书面的或者是 X 光片去呈现。那现在如果我们可以把类似像钢铁这样，把你的资料投射在我的眼睛上面，是好，不管是头盔、眼镜，未来的这个隐形眼镜都可以成为这样的显示。那甚至远距也可以了，比如说。举个例子，那有一位病人，那他可能心脏突然在海外旅游的时候发作，那紧急到医院里面去治疗。是的。那治疗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跟他可能本国的那个以前常那个家庭医师来连线，要手术嘛，就他也戴上那个头盔，然后同时的话就同步的可以看到他手术之后预兆的状态，然后他这个主治医师也可以同步的告诉现在手术的医师你要注意他哪边什么状况这样的辅导他在手术上面能够顺利的成功和圆满没错，现在远端的这个医疗跟视讯的手术已经越来越普遍，像现在目前5G 啦跟未来的通讯速度越快的话，这个秒差就会相当特别是现在的那个什么云端的这个资料库特别的大，然后透过这个云端的方式的话，这个他可能这个病人的一些数据资料会在上面。然后他同时要这个当地的人在手术的时候，他要调取这个讯息也很快速，是的。那同时也传讯到他原始的那个本国的那个医生，然后大家联系联合诊疗他这个案例。对，就是所谓的视讯或者是远距医疗，已经是现在的现实那非常的重要。那我再请教你一下那除了这个，像旅游的话，也可能都会运用到这个东西，还有观光。对，像我昨天我去美术馆去看那个展览画作，那我现在还去扫那个 QR code 嘛，然后拿个手机，然后他会介绍。那以后可能就戴上那个这个 Vision 智慧眼镜，然后呢同步还有那个声音也可以传达，然后在看画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简介啦，还有他这个相关画作的这个作者他怎么样的创作这个画作的一个说明啊，还有内涵啊，在里面通过声音、通过影像来告诉你。然后这个变化就会很大了。没错，您刚刚提到就是现在很流行的所谓的智慧导航的部分。智慧导航。因为现在目前在观光也好，或很多现在目前的一些这个旅游胜地，它其实越来越少这样的实体的导览员。是。它透过你刚刚提到的手机的 AR 的部分，可以做这个虚实的导览。那目前在很多公司在做这个说 AI 的智慧导览，比如说它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去问他，这个地方哪边好玩？那 AI 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相对的有趣的
的点，然后餐厅跟一些相关的资讯就可以介绍给现在目前这个。就像我现在也会用，因为 Google 现在已经在我们一般的手机都会有一些，我问他什么什么什么，他就会回答嘛，文字啊、声音都会传达进来。那我像我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到某个观光点，比如说好到莲池潭，然后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可能就带上那个 AI 的相关的这个辅具嘛，然后问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同步就告诉我，而且还有不同语言啊，比如说日文的、英文的、韩文的，然后是中文的都可以嘛。哇，这个未来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来讲变化会非常大。以你这样预看的话，大概会有多久的这个时间发展到我们像我刚才那样的？是的，其实现在已经慢慢往那个方向走。现在看到 ChatGPT 的方向，就是说你透过文字跟文字之间的对话，因为它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做一个智慧的回答。所以现在目前包含从智慧的城市的部分，你要去问哪个地方要怎么去，从 A 点到 B 点的部分。那刚刚你提到的导航，还有智慧的观光这一块，其实都已经往这个方向在走。所以我想在2-3年内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方向。了解。谢谢我们孙志斌孙教授啊，来给我们介绍他的未来学。未来学拿起来看一下，是这本哈，这本。那现在在一些线上书店都有在做销售。那今天郑重的来跟大家介绍这本未来学，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买来看一下。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的下面留言，我们来跟孙教授来联系。好的，那看孙教授这边怎么跟您回复。那孙教授现在主要的学校上课在哪个地方？在一所大学。一所大学，好。那如果说你们要了解，要更深入，就到一所大学来跟他报名上他的课。是的。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孙志斌孙教授，也谢谢我们港湾新闻网经贸和你聊的所有的观众。那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我们孙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更深入的这个市场的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好的，谢谢。好，谢谢各位，谢谢。